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并成。首先来为你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胡文琪，运成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太可怕了！现在的台海已经变成了解放军的内海吗？我们来看到四川舰来来回回，我们竟然是毫不知情。来看到了这个是076型2栖攻击舰四川舰被发现呢，最近停靠在这个青岛的某军港，因为在5月底的时候，它的情报显示它是刚刚结束为期1个月的南海海事返回镇江，结果不到2周的时间该舰就出现在青岛了。好，这件事情可怕在哪里呢？因为它说明了2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四川舰的海事还没有结束，而在南海短暂休整之后就北上，穿越台海的期限我们呢台军是对此一无所知。好，那这样子的神隐剧情，之前辽宁舰也上演过那时候是正在西太平洋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辽宁舰，曾经呢也在台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之下，率整支航母编队隐蔽穿越巴士海峡，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是花了整整1周才重新锁定到了辽宁舰的位置。好，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神隐通过呢？是不是代表说现在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恐怕已经要常态化了呢？就像在走自家厨房一样嘛。来看到纽西兰的警告说随着北京加强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中国海军的弹道导弹试验还有行动将会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常态性特征。好，就是因为神隐呢，它才可以进行它所要的军事部署嘛。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解放军的这些军舰的部署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31国的环太军演前夕呢，竟然是中国的解放军都能够精准的现身呢。来看到6月22号的时候，辽宁编队才刚完成远海训练返回母港，而在此期间呢，就是刚刚说的嘛，日本海上自卫队一直想要去掌握他们的位置，但是都没有办法锁定。然后6月22号换到福建舰，它通过台海了，而山东舰呢，则是在南海保持战备状态。好，这3艘航舰在时间还有空间上呢，就形成了一个精巧的分工与排班。福建舰呢，后续很可能会前往这个三亚母港，完成中国海军史上首次的3航舰同框部署态势。那辽宁舰的隐还有福建舰的显，共同构成了整体战术叙事，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强烈的一个战略讯号。好，所以面对这个解放军这么强大的海空能力，美军当然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的嚣张所以现在呢，五角大厦也公布了一个叫做空军长城5G的计划目的是什么？要开发一个射程达到了100海里，也就是1852公里的空对空还有空对地飞弹，能够打击深入印太地区竞争激烈的空域的中国预警机、加油机、军舰还有战略资产，就是要去支援对抗中国海空力量的作战需求。好，所以现在美军对新一代导弹的最重要指标就是锁定在射程上面了。好，而看到呢，美国的军媒也说啦，说研议中的超远端导弹还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平台携带最可能的呢，就是美国空军正在加紧试飞的 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好，那美国的空军也曾经表示说这个 B-21未来也能够去参与空对空作战。好，但是美国的牛皮吹得这么大，现在的飞机呢，竟然是面临一个没有雷达的状态。来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F-35就是因为缺乏这个金属，所以呢，他们新一代的这个 AN/APG-85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研发还有交付进度是严重的落后但是他们还是缺飞机所以呢，美军陆战队呢就先接收了6架这个鼻翼没有安装雷达，改用配重块去取代的 F-35B 战机。那么
美国的海空军今年稍后也被迫跟进了。那这些缺乏雷达的战机呢，只能够用来从事基本的飞行训练，但是没有办法进行战斗训练或者是执行作战任务。好，所以这样子看起来，你要怎么去反制中国大陆呢？所以是不是开始耍起了一些小动作呢？来看到了，在北京啊，竟然发生了这一起遭受小飞机的这个目击者。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号称这个中国尊的北京市中心地标，当地最高的商业建筑中信大厦，傍晚的时候疑似遭到了小飞机撞击，大厦两面玻璃破裂，而该小型飞机则断裂，飞机的残骸就散落在大楼楼底还有路面。那目击者也说了，这个坠机声是比烟火还要响，飞机飞到这个地区也觉得很奇怪，而且这里啊距离中南海就只有多少7公里而已，轻航机竟然就直接撞上了北京最高楼，引发了斩首恐慌。美国的军情专家就说了，习近平啊可能会解雇负责批准该飞行计划的这个将领，因为担心很可能这个是刺客所为，也引发了这个刺杀恐慌，极可能会触发习近平对于守卫首都空域解放军将领的严厉整肃。好，所以现在呢，周边的警力呢也加强去部署了。好，但是我们来看到了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生产能力还是差距非常的大的。我们先来请教厉将军。这是四川舰哈，这个从这个台湾南部到达了到北部地区去，就我们台湾居然完全没有掌握到这么重要的一条资讯，其实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会发生这种事情，大概有4个可能。第一个是不是解放军的军舰哈，它有新的隐身技术啊，包括到四川舰这样过去，我们雷达居然没看到。然后上次辽宁舰在这个东部海域那边演习的时候，那日本也没有发现到，是不是合理怀疑是不是解放军对于军舰，它可以用这个电离层或者是干扰的方式，达到这个隐身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第二个可能，这次四川舰它可能绕经我们东部的海域，所以我们台湾没有经过台湾海峡。所以我们来讲，国防部就不发布哈。那第3个，当然最大的可能，我认为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情收单位很严重的疏忽。你知道这个四川舰如果说从台湾海峡上面经过，而我们不知道的话，这比航空母舰还更严重，因为四川舰就是一艘2栖攻击舰，它可以单独一艘舰。可以遂行登陆作战的时候的制空因为它有这个甲板，可以做电磁弹射，可以做这个制海作战同时它也可以实施2栖登陆。2栖登陆之后它也可以利用它这个舰艇上面的直升机火力来掩护登陆部队，提供登陆部队火力支援以及主角作战。所以它一艘军舰就足以担负一个地区的一个登陆。如果说是它后面的这种登陆艇或者是这个气垫船同时带运战车上来的话，预估这一条军舰的话，它可以独立遂行一个营级的这2栖登陆作战。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是非常严重。大家试想一下从我们台湾南部南部我们的所有红色的海滩这个我们讲枋寮地区的海滩这个嘉鹿塘，对不对？到这个左营地区到台南喜树海滩，上次我们还特别在这边演习反登陆作战，一直到最近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台湾自己在搞一个应急战备的演习在这个大园林口这一带一直到北部的我们这个淡水河口，其实都是敌人可以在这边实施正规登陆的地段。那在我们实施这个战备操演的这个时段，就四川舰从这边北上经过，结果居然我们都不晓得。我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国防部怕老百姓这个恐慌害怕，所以不公布，还是真的没有侦测到？如果没有侦测到的话，国防部这次真的要好好检讨。如果这样的话，是很严重的一个军事疏忽。那我们讲说，这次北京这个小飞机撞到这栋大楼事件，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两岸之间这个孤丘逼伯位彼此也不知道谁笑谁。你知道这栋大楼距离中南海也不过是10公里。那我们如果说按照这个军人警戒的这种心态来看的话，你如果飞临这个地方事实上如果说他这架飞机要做自杀式的攻击或者是带了炸弹，或者是无人机，那对于中南海的威胁是非常大。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对军人对这种飞机这个没有经过航线，这严重性有多大？
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个这种大陆有一个飞行员叫蒋文浩的，他驾驶的歼6战机直接从这个福建降落到，他讲投奔自由，直接降落到金门机场。降落到金门机场以后，你知道我们金门这边的处置是什么样？是要法办人呢，因为你飞机降落居然完全不知道，那就要法办人。后来大家这个用一个偷鸡的方法，什么方法？飞机降落以后，在人家机翼上面用枪打2个洞，然后告诉长官说：“哎，我有开枪只是没有将它击落而已。”所以从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不是说这个对谁有利，而是一种安全的威胁。那军人的思考，这个如果防空单位的思考，它就是一定要以安全为第一优先防护，而不能你去考虑其他的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心情不好啦，或者是他不小心飞错地方。你如果说一架飞机从白宫上空飞过去，我跟你讲，白宫也一定把你击落，那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个地方是首都。你如果飞过克里姆林宫，我觉得也是如此，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到底为什么中国的解放军他能够神隐去通过台海呢？我们一起叫兵哥。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到底说我们不知道四川舰经过台湾海峡，这到底是从哪方面得来的讯息啊？当然，我们国防部可能没有公布了，但是这么大一艘舰，它也没什么匿踪功能，你说要不知道，我觉得也蛮奇怪。而且美国的卫星征兆一定有看到，那有可能是美军不跟我们分享这个相关的资讯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就不得而知。但是以现在来说的话，老实讲，如果它是沿海峡另一边，也就在中线另外一侧，它是沿着大陆沿岸航行的话，我们或许真的不会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范围都被压缩在海峡中线的这一边了，靠台湾的这一边，所以相对的会有一点困难。但是老实说，这么大的军舰，你说要不知道，真的有点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国防部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当然，之前传出来说日本也追不到这个中国大陆航空母舰，我也觉得蛮奇怪。航空母舰这么大，而且它不是只有一艘船，它是整个船团呢。你到底要怎么不知道？我也是觉得日本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是他刻意不报道呢，刻意不对外公布消息呢，还是怎么样？这个不清楚。但是现在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出来了，看起来好像又集结了这个31国的这个船舰，好像要在跟中国大陆秀 muscle。可是你看到一个关键点就知道，美国其实并不想正面与中国大陆为敌。哪个关键点呢？就是他并不邀我们去参加，因为本来王定宇不是去年还信誓旦旦说一定会找我们参加，今年非常有希望，结果今年还是没有。然后结果我们的国防部长居然说啊，其他2个演习更重要，其实大家应该去关注另外2个演习。那问题另外2个演习好，你就算说比较重要吧，他一样没有找我们台湾呢。那请问一下，你们一直说美国把我们当盟友，美国要跟我们协防台湾，那为什么一个连基本的军演都不找我们参加？请问一下，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怎么协防？大家一点基本默契都没有，怎么样？谁该担任什么位置？谁该做什么工作？彼此都没有分配好。那将来万一真的发生什么状况，你怎么知道要怎么配合？所以显然，美国在这一点上，他不愿意把台湾拉进来，就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秀 muscle 的意义就不大了。讲实在话，因为你都显然你并不想真的跟他正面对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那至于现在美国要发展这种超远程的，甚至将近2000公里射程的这样空对空导弹跟空对地导弹，我觉得空对地有点道理。为什么？因为地面目标它不会动。你如果要发展2000公里射程的空对空导弹，那请问一下谁来导引？因为空中的目标是在不断快速移动谁在近距离在最后阶段去导引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问题美国目前应该也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发展恐怕有点存疑。那至于中国尊这个事情，这个非常怪，为什么？因为天安门30公里范围内是一切航空器是进航的，不管是有人无人都进航。那这个小飞机到底怎么突破这个防守范围进入？因为大家去看中国尊离天安门并不远它离中南海都只有7公里对不对？所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好，到底是斩首的阴谋论呢，还是其实只是一个民航的意外？我们请教文启哥。
我先细略讲一下啦哈，因为刚刚彬哥提到那31国为什么不邀请台湾，我只有一个合理的怀疑嘛，因为当我们看到国安局、军情局都可以美军可以长驱直入的参入我们的话，全家就是你家嘛，所以我们家就是他们家嘛，所以美国当然说你就不用来了，反正你就是外郎，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怀疑。回过头来得看五角大厦讲的这个所谓的射程的1000英里的这个东西，我坦白讲，他应该要思考一下啦。我引用一下美国空军的智库 CASI 中国航太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埃克尔贝的说法啦。简单的讲，他们现在中国大陆厉害的地方就不在于单一的飞弹啊，或是什么系统，基本上就是一体化的联合防空系统 IADS。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不管在之前的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状况下，为什么歼十能够打败所谓的这种标风战机，这是一个观察点。第二个，如果我们再更仔细的去研究的话，英国最近他们为了推出一个介于所谓巡弋飞弹跟无人机中间的东西，可以打得很远哦，不管承载量要高过于225公斤，然后可以飞航这个所谓的500公里以上。我觉得这个东西相较于刚刚埃克尔贝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美国现在去推所谓的1000英里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跟不上朝代，就是时代。回过头我们来看四川舰，我觉得只有一个合理的怀疑。坦白讲，一个对照的新闻，就是因为这个辽宁舰最近所谓的从北往南经过台湾海峡，日本掌握的非常清楚，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跟这个军事发言人都跟日本互相对抗哦，一个说你骚扰我，一个说我是合法的奸侦。换言之，我觉得这个新闻，我觉得合理的怀疑其实是有点刻意的打这种模糊仗，就是间谍战。其实我故意跟你讲，我查不到。可是各位要知道，四川舰相较于航空母舰，它是4万吨级哦。那个量体、那个舰体这么大，就刚刚彬哥有提到，你要真的说看不到，可能吗？我合理的怀疑，他们只是故意跟你讲，中国大陆说我没有查到，哇，你真的神出鬼没，因为我要让你放下戒心。回过头你来看纽西兰，我觉得纽西兰有什么好讲的？你说常态性的部署，一个国家的成长壮大本来就很正常，更何况纽西兰跟澳洲最近不是跟日本说要买所谓的最上级的这种战舰吗？今天之所以会被打破，我不要讲裴洛西那个老奶奶，造成台湾的海峡还有日菲之前的200经济海域的一个谈判，这才是真正引发中国大陆会这样做。回过头你来看，说美军到底在这个台海谁占上风？我坦白讲，以目前的两岸就是中美的军事实力啦，不管也许中国大陆在量子电脑啊、低频的那个部分确实有些进展，但是以现在当下的状况下，我觉得美军的实力还是略胜于中国大陆。可是唯一一个可以抵消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的，就只有所谓。就是美国川普总统讲的，我怎么会跑9500英里外去打一个60英里？那是一个饱和攻击下地缘政治，其实很多东西会被平衡掉的东西，所以对美国来讲是这样的状况。回过头来讲说所谓的这个 F-35的状况下，我觉得又更简单。各位知道吗？到这一批是第17批次的。它原本是所谓的这种 APG 的81，它要用85来取代81。可是各位想想看，如果以一个美国的军工产业的量能，到现在竟然是用配重来讲的话，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因为整个的国力所谓的东升西降，乃至于美国军工产业的量能产生的量能达不到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已经可以看到它是外强中干。至于中国尊，我觉得等待更多的事实出来，到底它是私人感情还是怎么样？因为一架小飞机就要把所谓的像美国双子星大楼黑是不可能的代际，所以这件事情大家稍安勿躁，更多的新闻出来之后，我觉得就可以判断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意的和平真的是持续没几天，他们是不是看到油价跌了，所以赶快又打起来啊？哦，真的是很莫名其妙。来看到呢，现在啊，因为长荣海运旗下的货轮长利轮，它在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呢，遭到了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哦，所以现在美方就怒了。来看到川普呢，他就说伊朗你这个愚蠢违反停火协议啊，所以我就下令美军要展开报复性的精准空袭。于是呢，在26日的
深夜，我们来看到画面，美军就真的去对这个伊朗的南部港口城市去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而且美军锁定的是伊朗境内的飞弹以及无人机的储存据点。好，那副总统范斯也说啦，说美方的立场很明确啊，就是暴力将以暴制暴。呼吁伊朗要透过外交对话去化解分歧，而非升高冲突。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不是代表说啊，这个美伊备忘录真的是已经变成一张废纸了呢？因为伊朗的议长也公开宣布啊，与美国达成的备忘录内容显示，美国已经彻底失败。伊朗不仅将拿回数以千亿美元的资金，而且要继续对海峡实施管辖权。要迫使美国接受真主党的存在，使海湾国家的安全不再唯一绑架于美国。所以现在的局势到底是谁说的算啊？美国跟伊朗两方都很阿爸呀。尤其是我们来看到川普他更阿爸。他说啊，他这个要重建这个伊朗重建基金。在 G7 的时候呢，就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要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是他阿爸在哪里呢？媒体爆料说啊，这个款项的一半要推给包含日本在内的多国盟友进行承担呢。也就是说我要给伊朗钱，但是你们帮我付吧。其中啊，日企啊被要求出资24兆日元，大概是新台币4.73兆，要协助华府进行伊朗战争的善后与重建工作。而且怎么样？而且呢，日本的首相不但是没有抗议，还打肿脸充胖子吗？我们来看到了高市早苗，他制定了一项总规模达到370兆日元投资规划蓝图。如此庞大的规模，让外界也怀疑说，政府你有没有能力有效的配置资本啊？大家也开始担心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一项政策了。尤其日本呢，是真的有亏损的哦。来看到他们官方跟民间共同出资的什么酷日本机构，累计亏损已经超过了540亿日元了耶！就是因为这个亏损的规模超出预期，所以日本政府呢也想要启动整合或者是撤销。但是呢，我们来看到了酷日本战略担当大臣就说啊，目前进展很顺利啊，现阶段不打算修正或检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去帮这个美国擦屁股，所以怎么样？经济都顾不好了，你的外交当然是民间也是有一些抗议的声浪啦。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华春莹他出席链博会，那链博会还有谁这个出席呢？就是日本的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代理会长他也这个跟他会面了。那么华春莹呢，就这个中日关系阐述一贯立场了。他说希望日本经济界呢为改善中日关系来做出积极的努力。看起来经济界呢的确是不希望这个经济继续差下去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导致日本改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推力呢？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说啦，在这个链博会上面有非常多来自日本的企业跟经济界团体来报名参加，这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一个迫切需求嘛。好，那不止民间就连这个前首相也都出来呼吁喊话了。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日本にとって最大の貿易相手国は中国です。中国にとって第2の貿易相手国は日本です。しかしその中にあって今おっしゃるように、日中関係の対話を担うこの人物がどんどんと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そういう現実があります。また対話自体がこの厳しい状況の中でなかなか行われない。こういった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ことは私も残念に思います。好，日本官方不推动中日对话，所以民间就只好用脚投票去参加链博会了嘛。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美伊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啊？我们先来请教彬哥。对，这个我们世界又看见台湾了，因为我们的长荣轮被人家打。对啊，这个被看见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对，但是美国反击了。美国去炸了伊朗的，据说是飞弹基地跟无人机的基地。可是呢，伊朗今天早上又反击了，他说他去炸了美国的基地，而且他警告美国说，如果你再动，我就会再反击。那所以这样就看起来是没完没了了吗？其实不是，因
因为美国去炸伊朗的时候，很明显是一个非常克制、有限度，他把损害降得非常低，其实就是一个警告性的攻击。那伊朗的回击，我想也是差不多类似，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目前美伊双方都不想让和谈直接破局，还想要继续谈下去。所以我觉得大概就会继续扯下去，但是中间很多小意外还是会出现，而且最大的麻烦就是纳坦雅胡还没搞定。纳坦雅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不晓得，所以现在未来前景还是非常混沌不明的。那只是美国又来这一招了，就要日本吞下去。其实大家以为这是第一次嘛？不是哦，美国过去历次战争，对伊拉克啊，对阿富汗呢，他都有叫日本出钱。日本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看起来蛮乐善好施啊，每次都叫他出钱。那可是这个出钱有点大，因为过去都叫日本出个大概几百亿，这一次是1500亿，这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我不知道高市早苗吞不吞得下去。以高市早苗，如果日本国民不反对，我相信高市早苗愿意吞，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拉近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可是1500亿真的不是小数字，他吞得起吗？日本国民会愿意吞吗？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日本人的抉择，因为高市现在的支持度开始在呈现往下降的趋势。那老实说了，高市早苗是一个比赖清德还狠的，因为赖清德不过是叫跟我们要1.25兆，然后蔡英文以前是2兆风电，哇，这次高市早苗不啰嗦电影370兆日元，这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我举一个例子当参考就知道，日本今年2026年年度国家总预算不过那个大概是122亿，哇，超过，也就是3倍的年度总预算。高市早苗提出这么惊人的计划，这个国会真的吃得下去吗？你一届政府就要直接提出3倍年度总预算的这个投资计划，这个太恐怖了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在国会有得吵，而且7月国会马上要吵什么？还不是吵总预算，要先叫这个高市早苗的秘书出来作证，作证你的抹黑门。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是不是真的能够撑过，持续撑下去，我看都有问题，因为他的弊案一个一个爆发啊。那这个酷日本这个机构也是蛮奇怪，因为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推广日本的软实力、经济观光啊这些东西。这个东西要怎么赚钱？它不可能赚钱啊，它不是就是一直在推广吗？应该是让企业去赚钱啊。可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说呈现亏损？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那可是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好不了。虽然很多日本的商业啊、业界啊，他们希望能够缓和中日之间的关系，可是以现在高市早苗的态度，还有中国大陆也底子也踩得很硬，我认为中日之间，除非高市早苗卸任，不然之间大概不太有和解的可能。到底为什么这个川普把日本当提款机，高市都可以吞下去呢？我们请教文琦哥。我觉得来看到这件事情哈，荷姆斯海峡到底谁说了算？其实还是要引用一下铁拳教育啦。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讲，如果大人会害怕小孩子，尤其伊朗的经济实力是第34，那他怎么样在世界立足？可是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回去看川普，不然我说以3巴低嘛，因为他原本说我们要达成协议的38次，第39次。其实我觉得你去检验这件事情，包含你从所谓的范斯副总统，哇，话讲得很大声，我们要以暴制暴。可是我跟大家报告，你觉得谁帮他露了馅？其实就是他的国务卿卢比欧。卢比欧最近对这件事情讲了一句话，除了刚刚彬哥讲的那个最不稳定的纳坦雅胡的因素，包含要不要退出黎巴嫩，坦白讲，对于以色列是生存之战，所以我认为纳坦雅胡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可是卢比欧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对不起哦，我们跟伊朗达成的协议的重要，并非不惜代价。”换言之，美国在盘算利益，我到底能够得到多少，会失去多少？所以今天都是小打小闹，其实没有人受得了继续打仗，但是也没有人愿意立刻就停，因为他们都要面子，一个要250周年的国家纪念日，一个是为了神权教士，所以我觉得这场战役还可以再继续看下去。至于日本的话，我坦白讲啦。当然，日本之前做了很多的坏事，包含我讲的这个南京大屠杀，还有造成东亚各国的这种，我觉得这个仇恨哈，我觉得他还没道歉。所以现在的黑狗偷吃，白狗遭殃，美国要你出，对我来讲，坦白讲，刚刚好而已。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国际政治新闻的话，对不起哦，今天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刚刚彬哥讲到的这个机构，你有没有有一点国家队的感觉？
有点用既视感哦，他们也要搞一个国家队，到底会不会造成日本的一个伤害？因为现在你如果去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机构 IMF 的调查，目前日本的国债占他们的 GDP 高达230%，意大利也才140%，美国也才130%。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今天的工商时报，它日本陷入了一个经济的循环。它其实如果它真的它的股市、汇市跟债市现在是联动的，所以当现在的高市长你要提出370兆的时候，我坦白讲祸福难料，因为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一个状况下。至于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岸田文雄或是其他的经济机构去，我坦白讲，之前我们提过了。日本人自己亲自去参加练博会，不管是住友的董事长松本正义讲的那一番话以外，今天的所谓的岸田文雄讲的话，另外2个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也就是之前其实已经点破了，就是所谓的石破茂当时候的外相严无义说，他因为希望跟中国大陆能够进行合作，结果他被高达590万次，你没有听错，攻击他。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看到这些，我觉得现在了解懂中国大陆的人，诚如我们说美国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日本也是对中国大陆的这种制度的优势，当然我觉得他们还是一个另外一种制度啦。可是我觉得懂得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这是台湾跟世界各国都要做的一门功课。好，接下来请教厉将军。这个长荣的长立轮在这个赫尔木海峡被攻击，我觉得是当然有他伊朗背后的政治意图，他绝对不是乱打，也不是掌控不了下面的革命卫队任命革命卫队乱发射。这艘油轮被打，大概整个过程是这样：第一个地点它在哪里被打到？它在荷姆兹海峡南边，也就是靠近阿曼这边。我们知道荷姆兹海峡北边是靠近伊朗，南边这边是靠近阿曼。那它被打的位置是在靠近阿曼这边。那它什么样一个情形被打到呢？它是你知道北边是伊朗嘛？如果这无人机对你发动攻击来讲的话，这艘油轮应该是它的北边受到攻击，但是它不是北边受到攻击，它是这条船的西边受到攻击。也就是说，这架无人机对它攻击的时候，它从北边飞过来，飞到快要到这条船的时候，它绕到西边，从西边这边对你打，所以很明显的是故意的。那美国国防部也是这种说法。那为什么伊朗要故意打呢？因为伊朗讲得很清楚，荷姆兹海峡将来就是他的话语权，就是他所掌控的，他所管理的，他所划定的航线是哪里？是靠近他伊朗北边。我们都知道，他北边有一个这个荷姆兹海峡最北有一个小岛叫拉拉克岛。本来我们还认为说是美军会不会地面作战去夺取这个拉拉克岛，然后控领荷姆兹海峡。所以拉拉克岛你就知道，从美军本来计划要地面作战去夺取的，就知道这个拉拉克岛在荷姆兹海峡它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那原来伊朗规划说，你所有船只如果说要进入波斯湾，从拉拉克岛的北边，要出波斯湾，从拉拉克岛的南边，那这样的话，当然这个伊朗就可以理所当然经过这个岛的油轮，它就可以管理，它就可以收保护费。可是这条长立轮它走的是更南边，走到阿曼湾这边，所以伊朗去打它，打完它之后，那当然美军在这个状况下，他必须意识到了实施反击，打了伊朗一下，打完以后，你知道这个范斯讲什么话？他说有事我们可以打电话不要用打电话沟通，不要动不动就动手。范斯居然讲这种话，但是伊朗理不理他？伊朗不理他，继续再回你敢打我，继续打你。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是60天的谈判之后，我觉得伊朗一定会掌握荷姆兹海峡，他一定会坚持在荷姆兹海峡，他要收取相关的管理费。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美伊的谅解备忘录真的是成为了一张废纸了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继续这一节来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
看看一个最新由 CNN 所报道出来的新闻，那么台湾很多的媒体在引用，这就是发生在北京有一栋大楼，北京中心大厦被称为中国尊哦，忽然发生了一架小型飞机去冲撞大楼的消息，而这架小型飞机撞上之后呢，部分的玻璃帷幕墙损毁了哦，一些残骸碎落在大楼的楼底还有路面，那么甚至有人特别发文，这一架是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小型飞机，从北京东边飞过去，大概有50公里的一座机场起飞，往西飞，最后在当地傍晚6点左右，在东三环路附近结束了飞行轨迹。然后这个人到底是谁？开飞机的是谁？有这个爆料的内容说是撞向北京中心大楼的女驾驶，被传闻名字叫做刘俊华，是谁？他居然是这栋大楼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的副总经理。据传哦，他是因为在公司内部有一些这个金额损失啦等等被追究责任的冲突存在，所以决定开飞机撞向中信大楼。大家还说这个位置刚好就是中信大楼楼层。那么现在当然还在全力抢救，生死未卜。事实真相当然还有待官方进一步来澄清啦。不过以这个路线飞行的过程来看，的确哦，距离中南海算几分钟就真的可以飞到了，所以算是一个蛮重大被关注的意外事件。CNN 也蛮多篇幅的报道，那当然绿媒更开心啦，有一些是特意甚至拿来当做笑话来讲哦，讲得很兴奋，说你看看，以这个民视的报道来讲，错字也有点严重哦，说能够在中国尊的新闻网络讨论完全消失，不意外啊，意还写错字啊，拜托啊，读。把它修正一下哈，提醒大家同业。然后呢，还有说，如果相比我们台湾101或者是周边总统府，完全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整个空防的安全不会有这种意外发生，真的吗？希望如此啊。但是这也不是可以拿来当做消费笑话的啦。我们光看看现在台湾的各种的处境里头，外交处境是我们上一节提到的非常艰困的情况之下，大陆跟日本呢关系也正紧张，而大陆举行的练博会闭幕，那么特别针对不同世界杯啊，世界杯足球赛，大家只能求一个冠军，但是只能求我一定要赢。但是这个场合他们说我们是要求共赢，听听记者跟这个发言人的对话。在供应链博览会期间，日本多个经济团来华参观访问，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日中民间交流的情况？对今后日中民间交流有无期待？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看起来这提的是中日正常交流，毕竟还是有很多日本的参展企业一起参加联博会，也是想要在经贸市场上加以合作。不过呢，在联合国的宪章日，中国的代表傅聪讲的就很硬了哦，他说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迹象进行抨击，强调必须共同捍卫2战胜利的成果，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为趋势，成为国际的互换。那么当然日本国内呢对于中日之间的交流呢也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位岸田文雄前首相他的看法是不是在跟现在的首相打脸呢？还是意见完全不同呢？他说如今日本愿意推动日中之间对话的人越来越少，这种严峻的环境对话也难以展开，对这样的现象他是感到非常遗憾的哦。那所以日本看起来的确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紧张，而日本呢现在是找上了印度一起联手来抗中吗？有一个独家报道是特别提到高市早苗跟印度总理莫迪7月初计划要举行首脑会谈，而且还提前透露哦会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相关的联合宣言。这个草案内容呢大概会是在半导体啦，尤其是他们最关心的稀土啊，要做一些关键的合作，那么尤其要推5个领域展开合作的详情啊。大家都说这个是自印度近期以来对中国大陆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跟日本的携手，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
这个不同的影响，像以印度6月到现在为止对中国大陆8项产品发起反倾销，是不是也代表要限制中国钢铁进口啊？一种抗中的氛围跟日本在联手呢？那另外相反的是孟加拉，过去依照他的外交惯例，如果要总统出访的话，一般都会先到印度啊，再到中国。但这一次孟加拉的总理拉曼这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去访问了哦，反而是跳过了印度，先直接到了中国，跟中国预计要签署的包括基建啊、军事合作啊，甚至还要买大陆的一些战机、防空系统、飞弹等等的现代技术。有分析认为，拉曼这样的行程安排呢，没有按照惯例，反而释放出重要的讯息，要重新调整区域战略平衡的讯号。大使。对，我想这个北京的这个世界中国尊遭撞击哈，本来就是一个蛮怪异的事。我本来以为是这个无人机撞上去，后来发觉是一个小飞机。那这件事情就不单纯了。那现在很多谣言啊，不过都还没有得到证实。不过传出来是这位就中信公司的一个高管啊，他驾着飞机啊，然后飞到这个中国尊，然后撞的楼层正好是中信公司的一个那个楼层。所以它的驾驶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好。不过这些很多报告说，就这个飞机起飞以后啊，一路没有照原来航路飞，所以这个塔台一直在呼叫，一直在没有，很快它就撞到那个大楼了。当然，这个是我想在就是说对北京的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航线啊，还有它的上空的一个一个安全的维护来是显示出一大漏洞。我想这个一定会在中国大陆整个以后，它在北京的这个空管上面啊，还有这个空域的这个安全的维护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不过这个案子目前了解就是说，它是因为跟中信公司之间的一些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不过我想他既然又会开飞机，那么又在中信公司里面担任这么大的高管，我想他的背景来头一定是不容易的啊。那懂金融的很少，懂金融人很多，懂金融又会开飞机人真的不多，而且飞机还开得那么准，所以呢这件事情我想一定是大家很关切的，而且我想不管怎么样，事后一定会让整个北京，我想他们北京市的有关这个北京市整个空域的安全主管的人。跟他的未来的规划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啊，这是绝对是不可置疑的啦。不过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现在是在走到一个越走越低迷的一个状况。最主要，中国大陆这个对日本现在的具体要求就是高市早苗收回错误言论，然后呢纠正错误做法。这个就是说，日本方面公开讲说，应该要对话，应该如何的中国大陆官方回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然后锁在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新型军国主义抬头这个问题上面，然后再选在高市早苗这个身上。所以现在解铃还须系铃人，就看高市要怎么回应了。那高市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稀土的禁运已经造成日本几个重要产业几乎陷入停顿。那日本自己的经济智库也研究过，如果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制裁持续1年的话，日本将丧失125万个工作岗位，因为它这些造成的产业停顿都是在这个所谓的制造链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环节。比如说信越化学，它就说瓷类产品它要停产了，7月1号。客户拿不到这类产品，那你知道磁铁在很多这些重要的这个工业的这些工具母机里面，或者发动机、引擎、马达上扮演极重要角色。如果你没有磁铁的话，那影响就不只有信越化学了，那就是说影响的可能是汽车产业，很可能是马达产业，很可能是一些工具母机的产业。都因为没有足够的磁铁相关的产品会停顿，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产业链的停顿。那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恶化中，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些重要稀土的禁运已经累积到了差不多半年了，也就是日本在稀土的这个所谓的
它的库存啊可能都要告罄的这个阶段，所以压力越来越大。日本的这个经团联啊，这些重要的这些制造业跟这个经济的重要的民间团体啊，多次想要跟中国大陆对话，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那所以事实上，现在听到很多谣传是说，日本的自民党的高层现在坐不住了，因为他们的金主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压力就来了。那这些就有一个谣传，就是说可能麻生跟这个岸田啊，他们正在酝酿可能要找人这个取而代之了，让高市早苗可能要把这个自民党的总裁的职位交出来，虽然他的总理的职位还在。总裁的职位还有任期，可是呢，可能这个状况太严重了。可能的人选呢，取代高市早苗人选，现在传出来是林芳正。的确，中日关系近来看起来很难有破冰和更进一步官方的妥协的机会吗？袁老师，这个发生在这个朝阳区东三环的国贸商圈啊，就是这个 CBD 啊，这是北京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圈。确实啊，它是这个中国尊很显眼嘛，这个我相信这个常去北京的人都知道这个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所以说发生这个事情呢。不过我想在这边强调一下，我觉得这里面的逻辑联系不在一起啊，因为这个人呢，大家记得嘛，这个像以前的话开飞机撞高楼，前一次是911啊。撞了纽约的时候，那个不得了啊！那个是几十年来的仇恨的深仇大恨。这个单独因为操作一次适当爆仓，然后开飞机撞，这个第一点我很怀疑啊。我怀疑这个动机的话呢，讲的有一点在编故事一样啊。当然我没有理由说他是编故事，但是我要强调这里头的话呢，第一点就是说，看不出来这个会开飞机的人会创造怎么开的多好的，要为了这个事情撞。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按照这种情况下来讲，没有生还的可能呢。怎么还急救了啊？这个你要知道那个中国尊多高啊！你要撞上去的话，开飞机撞，这抱了必死的决心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当然了有发生的情况是比较大的可能性，但是这里头大家要注意这边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你妄加揣测呢，效果并不大。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讲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台北了。就是这个事情也不用讲得太直接，因为这个是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情况。那对于这个中日关系的时候呢，我倒会稍微要提一下，就是说他们这个日本呢派了一行人呢，就参加供应链博览会。这个叫做链博会参加供应链博览会的时候呢，然后呢，日本人呢很高兴，因为之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吗？有10几个这个工商团体那个确实是因为大家的话呢，就是日本现在有参加这个跟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从这个去年的话呢，这个11月7号开始。到现在的话呢，已经过了多久了，对不对？将近7、8个月的时候呢，日本呢就没有任何的跟中国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日本本身来讲的话，慢慢注意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日本这一次的话呢，参加链博会的不但是在这边前调派了这个一行人，大概10几个工商代表，比较老，原来关系比较好。另外的话呢，他们还见到了外交部的副部长这个华春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说跟这个记者会问问了以后。这个国家会呢答得非常直接，就是说呢，这个中日之间的这关系走向低迷呢，是一定要知道这个日本呢要能够了解高市早苗原来呢讲了一番错误的言论，那么现在的话呢，高市早苗不但不改正道歉。甚至原来提的油救火，事情越闹越大，所以对中国来讲呢，这个退无可退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傅聪在这个联合国里面也表达了意见。那么这里头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日本呢感觉到他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岸田文雄就开始讲话了。那我可以告诉大家那日本现在面对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老年人原来跟大陆有关系的都是老年人。你跟年轻人态度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工商业界跟官员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说是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呢，原来有一些这个党政的大佬，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执政党之外的人跟这个执政党之内的人的话，情况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日本跟中国的结的话呢是解不开的就这样子。大钟老师。对，我提一下那个孟加拉的外交动向因为的确是非常特殊因为孟加拉的新任总理是拉曼，他是2月就任。那现在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因为过去通常这个孟加拉跟印度的关系算
蛮多时间算比较密切。所以按照惯例，孟加拉这个高层首长出访第一个国家可能选的还是印度，但这次拉曼他选择当然是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孟加拉这个外在移工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地。那第二居然是去了中国大陆，现在也到了北京，这为外界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孟加拉在成立的历史上，一开始跟印度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孟加拉本来是所谓的东巴基斯坦，因为当时这个英国人在解除殖民的时候，他有一个所谓的蒙巴顿方案，就是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个总督，基本上是按照宗教信仰决定你国家的归属。至于你不确定，比如说一些土邦可以透过公投的方式决定你要成为哪一个部分。在当时，其实这个巴基斯坦当然是伊斯兰为主，那印度是印度教，而是东巴基斯坦跟巴基斯坦距离1600公里，它的国土是不互相连接的。到了1970年的时候，这个东巴基斯坦有个民族主义非常兴起，所以要脱离原来的巴基斯坦独立。这时候其实印度帮了东巴基斯坦很大的忙，后来也出兵。那后来东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孟加拉。所以一开始独立之后，大概1971到75年这4年是黄金时期，孟加拉跟印度的关系是水乳交融，是真正的黄金时期。后来1975年，因为孟加拉的这个国家领导人被刺杀，所以有个内部的动乱，所以慢慢他就走到比较战略自主，这一晃也10多年。那从1990之后，这个孟加拉慢慢脱离军政府，进入民主的时代，有一个非常外交上一个跌宕起伏的时期。但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从2009到2024这15年是哈希纳总理执政时间，这时候的孟加拉其实跟印度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非常的密切。那现在这位新的总理，他是属于孟加拉的民族主义政党，他就任之后所摆出的外交态势就有点往中间靠。那这点后面还有什么样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跟孟加拉关系还是非常非常密切，他们是1975年才建交，但基本上孟加拉最大的外贸伙伴当然是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大陆在“一带一路”上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帮助，包括基础建设。那这一次其实去中国大陆访问，就有一点在往中间陆地去中间的路线去靠，意思是我不像过去好像完全是要依赖着印度。那所以大家很关切的地方是，除了签很多很多的备忘录合作经贸，大家说你会不会买更多的中国大陆武器？因为孟加拉传统的军备的主要来源国还是中国大陆，将近快80%。那这是大家最重要的地方是看看有没有可能争取到他所想买的歼10外销的版本。你也知道巴基斯坦有，孟加拉很需要有，所以这个外交上的一个调整是在南亚大家关注的新的重点。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应该是得力的。好，接下来看看伊朗的冲突。本来以为在美伊谈判完说60天之内，所谓初步的和平协议细节还在谈的时候呢，想不到这个和平这么的脆弱了。来自于美军中央司令的公布说已经出动了战机去摧毁伊朗的飞弹无人机。为什么？因为呢，长荣海运的长利轮经过荷姆斯海峡，新加坡籍的这个船在过程当中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那么这报道里面是说有一架直接攻上了甲板，造成了爆炸，那2架是被击落了。美国立刻采取了报复，所以呢，包括了沿海的雷达阵地啦，还有伊朗的飞弹无人机设施这些加以攻击。那么结果呢？美军另外还公布了最新袭击伊朗的画面。看到这画面可以看到有2枚弹体击中了伊朗的南部西克里区的一座通讯塔。这也就是美伊达成了初步的协议谅解备忘录之后第一次攻击了伊朗。不过伊朗真的不是吃素的，他也立刻扬言要报复。伊朗甚至证实，伊朗革命卫队已经瞄准攻击波斯湾地区的美军阵地，同时还继续严厉的警告美方，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将会面临更大的规模反击行动。也就是说，你打我，我就必定打回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呢，伊朗的反击美军基地呢 ，Vance 是警告的，接下来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任何暴力行径会以暴制暴的来回击。如果对于谅解备忘录有疑义，可以打电话。但如果诉诸暴力的话，必定会有美方的武力回击但是伊朗呢，现在看起来除了
料已经开始往外运。荷姆斯海峡现在渴望可以畅通，但是它是如何？这个标题是特别去形容为什么它可以利用人民币去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呢？那当然，伊朗是用人民币去卖石油，那获利之后就不会受到美元的各种的限制。经济学家分析，北京的目标是建立不受美国影响的特定贸易通道，尤其是像油、能源这样的做法是在削弱美国的权威。但美军的确是事情很多啦哦，这一次到伊朗的冲突战事里头，看到了很多意外的发展。当然，美军的牺牲，可能有些人受到了损伤。五角大厦被爆出来，居然想要大事化小，甚至把这个伤亡的情况刻意的来美化吗？当这个导火线是这样的，五角大厦被控诉系统性在隐瞒美军战争中真正的伤亡数字。3月1号，有一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攻击美国在科威特的多车厂的工作站，结果造成6名美军死亡，20多人受伤。可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却只对外宣称说：“哦，没有啦，我们大概只有约400名受伤的美军里，90%都只是轻伤，让家属都非常的愤怒，认为是在隐瞒数字。令人心寒的是，他们形容心寒啊，这个媒体报道访问的对象说是前线防御的彻底失能。”前线的指挥官呢，拉姆斯博士直接透露，军方的情报官部门早就已经警告伊朗已经锁定这个地方了，结果你们不但没有任何的防御或者是增援，反而只派了一辆救护车来，然后还要隐瞒其中几个军官受了重大的伤害，结果还要隐瞒实际的这个伤情，让他们觉得很可恶。那么还有3个月以来，已经有第5场的舰船火警啊，美国海军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又起火了，发生什么事？之前在波湾一些停靠的船舰起火，现在这一次的火警呢，是造成了7名船员的受伤。这是美国海军近3个月来公开的第5起火警了。到底海军军力出了问题，还是系统的硬体上出了问题呢？还有 F-35战机被形容叫做眼瞎，怎么回事？当然就是跟稀土啊，还有相关的这个军武设施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来不及衔接，居然让6架 F-35B 提前让海军陆战队衔接，可是他们其实还没有真的完全安装，连雷达都没有。那把雷达这个部位呢，是用重物来取代，用新一代的什么雷达研发交付进度都出现了落后。那么据了解，美军空军今年稍后有被迫要跟进，也就是说被迫接收瞎掉的没有雷达的 F-35出了什么问题？稀土的管制当然是关键。这个所谓发酵所影响的，会不会就是来自于这里呢？当2026年5月，中国对美国的售出口的这个稀土化合物金属出口降到0以后，虽然双方一直在这种谈判啊、协调啦。部分看起来是有恢复的，但仍然低于历史的水平，所以美军军武第一个就面临的挑战吗？还有美军出现了要出租土地去盖稀土的工厂哦，这个是美军陆军所公布的。看起来五角大厦是为了跟这3家公司赶快想办法矿产啊，要有办法处理这个矿物石墨锂跟硼，免得被中国大陆因为稀土而被卡死了嘛。这已经不只是民生物资，连军事这种攸关的物资，看起来武器也出了问题嘛。杰老师。对，现在这个2伊的战火事实上好不容易停了，可是又一件事情又发生了以后，招致美国主动又对伊朗就是说进行军事攻击。可是从报道看起来，他打的是比较远方的这种比较没有太多会造成人员伤亡的这些军事设施而已。那所以在等比报复的情况之下，那伊朗可能也是会以设施为主，不以造成人员伤亡为主啊。那这种就是应该都是点到为止的攻击，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认为这个双方的协议好不容易建立一点的互信被伊朗给怎么样？伊朗给敲碎了。因为现在倒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这一次停火算是停的比较长时间。那首先出手的居然不是美国，而是伊朗，而且伊朗是打了一艘商船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美国威信的极大的挑战。那虽然这艘商船被打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可是就是说美国一直讲的这个
博斯这个霍姆斯海峡已经进入和平状态啊，那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就把它敲碎了。所以美国，我觉得这还是川普是无法接受的一个发展啊，所以他又叫美军又出来打了一下。可是今天报道说，伊朗已经出手了，那么是对海湾地区的一个美国军事设施因素了。到目前为止，美国方面还没有把它消息透露出来，伊朗也没有讲打什么地方。那看起来这一场交手可能就会停止了。不过会不会停止，我们还要再观察。那会不会影响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那要看6月30号，因为原来定好6月30号在瑞士，那么有些第二轮谈判的第二次会谈，那么又要开始了。如果说这一次谈判如果被拖延或者被取消的话，那就茲事体大。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只算是一个两国谈判期间的一个插曲，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意外性的事故啦，不会影响现在双方都希望尽快有所进展的这个第二轮的会谈。那就是说，美国事实上的话，这个现在的军队里面问题越来越多，对，越来越多。那里面爆料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前一阵子，你记不记得美国的五角大厦，还里面的空气控制的设施出问题，说这个空气中有什么有毒物质。然后呢，好几层楼一个区域都被怎么样？都被封锁以后，叫这些人都怎么样？都疏散。你要知道，五角大厦是非常大的一个办公室啊，要一个区域把几层楼疏散，那不要跑出来多少人？那个混乱的景象可以想象而知。后来发觉虚惊一场，说是那个侦测设施有故障。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如果说发生的一次两次一次的话，那你就可以接受。可是很多都是系统性、经常性的发生，经常性的，而且都跟美国的这个国防部、战争部有关。还有这个现在它这个印第安纳波里号又发生火灾，那就想起来了，福特号奇怪，前几个月不是马桶塞了，就是什么这个洗衣房失火，怎么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是系统性的问题，而且呢，我说穿了，说白了。就是海克塞斯领导失当，已经失去美国职业军人对他的信任，所以要不然就是这个注意力松懈，要不然就是故意破坏。赫格塞斯国防部长因为先前一连串包括要裁军要让这个军人的谁退休等等的，甚至羞辱现在情况到发生来，直接是好几次的意外冲突的事件，甚至还隐瞒在伊朗里面战事里面所受伤的人数。这个是其实很严重，是不是已经军心动荡？也不只是一个设备老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到军心动荡到一个很强烈的不满呢？我觉得美国军方从上到下全烂掉了。这个是里面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把几个消息综合在讲。那个《孙子兵法》里面讲其将者，国之福也。那这个赫克塞斯的话呢，他自己一个低阶军官就抓着司令上将乱开除。最近又来了一个的话呢，就是好像还是他开除都是蛮有名的将领。那这个影响的话呢，整个士气大家要了解。那你一个军人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大家都知道，荣誉是军人中最重要的，几乎是他第二生命对不对？军人可以死，但是不能被羞辱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很严重。那个如果说战争部长只会说谎我记得非常清楚，在科威特的时候，伊朗的无人机之后，那天刚好那个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个主持人也是浅秋那时候科威特的话，他们就是一下打死6个人以后他们讲说，原来以为美国人到科威特当兵像度假一样，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大家都很高兴到中东去度假，结果弄了半天的话，居然伊朗马上就打美国的基地，那么产生这个现象了以后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是大事化小，好像打了个半天炸了13000多处只死了，一开始那边就死了，一共就死了6个人，一共死了13个人。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搞了个半天就是谎报，这是轻报，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怕死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刚刚讲到那个 F-35前面那个相控雷达那个就是非稀土不可。一架 F-35的话呢，需要430公斤的稀土，其中的话呢，相控雷达是最重要，因为这个稀土的话呢，
耐高温、灵敏，然后的话呢耐磨。这里头的话呢，他们如果这个现在的话，隐身战机的话是让人家看不到你，那雷达的话是为了要看得到人家，人家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人家，你这个飞上去有什么用？而且我觉得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对大陆来讲的话呢，就是像打蛇打到七寸一样。那他自己整个来讲生产的部门呢，这个不得不提到啊，那最近啊，台湾买了这个 M9的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哇不得了，6亿啊，6亿只买4架啊，这个死神无人机啊，被伊朗啊以这种三流国家的军力啊，居然打掉24架。哇，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台湾人赚的钱好像天上掉下来一样啊！这个真的非常严重。那美国现在交货慢、制造慢，然后东西特别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大家都会发觉说，你拿着美元买不到东西，要不然就特别贵。那这个当然了，那伊朗来讲的话呢，对他来讲，现在逮到机会啊，逮到什么机会呢？伊朗要开始卖石油了，伊朗开始在荷姆斯海峡里面收他的这个管理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费也好，石油的价钱也好，通通用人民币计价。为什么？它是看准的，因为你拿着人民币，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你拿着美金有通货膨胀，可是你拿着人民币的话呢，大陆东西你买什么买不到，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一个出口大国。那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美国的军方，因为美国原来有3项条件，就是它的美元啊，它的美国梦啊，然后呢，它的美军到处欺负人。那现在的话呢，里面搞了一大堆东西啊 ，F-35ABC 如果没有雷达，那边头还装了什么？我当时想到说，该装雷达不装雷达，要改成置物柜噻。真是很尴尬，不可思议哦。不可思议。大荣老师，对，第一个是美国跟伊朗所达成的，在10天前所达成这个停火的备忘录那到现在来讲，就是一方面谈判还会在持续进行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双方这种零星的冲突，我看在未来的几十天当中也很难完全的这个消除虽然这样的冲突，比如说伊朗革命卫队去攻击这个长荣的这个海运的船，那美国一定会反击反制去打伊朗的无人机的一些设施，还有相关的雷达的阵地虽然看起来不至于会让整个这种谈判的那种态势会完全的中断到，但是可以告诉我们的地方是目前来说这几十天的这种谈判期应该是非常非常脆弱，因为未来还有好几项重要的事情，虽然是写在目前是暂定在备忘录里面最后到底结果是如何，其实目前来说还有很多的变数。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即便是未来伊朗跟美国达成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正式的协议比如说有规定的非常清楚包括浓缩铀怎么做伊朗对核武的这个诉求是如何，荷姆斯海峡该如何的管理，还有说这个美国要如何去解除它的这个对伊朗的制裁，还有很多这种财政上一些金融制裁有非常细致的这个路径图一步一步，但是其实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跌跌起起伏伏我觉得这对川普2.0来说是外交上很不容易操作的地方因为他很急于想要脱身，向国内证明说我打这场仗是值得，我花这么多钱，而且我的相对的美军的这个损伤是很低的，然后为大家建立好一个比较长治久安的中东世界。川普一直想向选民证明这件事情，但是他难度非常非常的高这就变成他一个尾大不掉的一个变数。那第二个是大家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中国大陆对美国所寄出的稀土管制，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多新闻会让我们觉得很狐疑，不是说好像去年这个釜山峰会已经达成说这个稀土已经解禁，因为照理说这个关税跟经贸谈都冲突都休兵了。那再加上这次习近平去这个接待川普，好像双方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共识。但我们要知道的地方是，中国大陆基本上所答应的是，因为原本他要扩大升级稀土管制，他只是把他说 hold 住，我不这样做。但对于里面其中他已经要做的，比如说对特定的重稀土的管制，对美国他并没有松手，没有客气，对，没有。磁性材料还有稀土的加工技术，它完全没有松手，而且它偶尔还会放一些新的美国企业到它的黑名单当中。它这个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因为美国也一样在做非常类似的事情，所以说所谓的关税休兵、经贸休兵，不代表说目前中国大陆对美国的稀土管制完全恢复到
2024年之前的状态，其实并不是这样理解。但可以换个角度解读是，并没有往上持续的升高升温，好让双方不可控制。所以目前稀土还是中国大陆对美国最重要的杀手锏跟反制作为。